今年55歲嘅魏松豪係留洋華人嘅第3代，佢係新加坡肉骨茶界嘅名人。佢出品嘅肉骨茶吸引住唔少明星政要前嚟幫襯，連香港特首訪問新加坡嘅時候，亦都連夜趕嚟品嚐，一時成為咗熱議嘅話題。一碗正宗的潮式的肉骨茶呢，最重要就是要用到3等的香料。第二呢，就要新鮮的豬肉。第3呢，最重要的就是要用心。你好，這邊還有一個豆腐。好少人知道，魏松豪嘅肉骨茶手藝並非係祖傳。當年為咗幫補家計，9歲輟學嘅魏松豪白天做雜工，晚上去到肉骨茶店做服務生。他一開始是洗碗，然後捧菜啊，然後煮飯。因為以前我們的師傅很少教的，就是我們自己用眼睛去看。然後有時候師傅不在的時候，我們就去幫去替，所以就從這邊摸索的學習來的。25歲嗰一年，勤快務實嘅魏松豪，從來都冇諗過，正值係青春年華嘅自己，會迎嚟一場沉重嘅打擊。一場車禍令佢失去咗右眼，脊椎骨撞裂。頭部失去知覺。醫生講80到90，應該是終身殘廢，所以我很幸運，然後就康復了，人輪還有能動。逃過癱瘓嘅厄運，但魏松豪嘅容貌易毀，人生陷入咗低谷。萬幸嘅係，仲有女友嘅鼓勵同陪伴。當初我太太的細心的照顧下，然後康復了，我就跑去找工作，找到一份修理汽車的學徒。不過覺得骯髒不利於我的眼睛，所以呢我就辭職了。就想到我小時候當學徒的時候，有學到一門手藝，就是做肉骨茶。喺1991年。走出困境嘅魏松豪同家姐東湊西借，開咗一家肉骨茶嘅小店。前期喺肉骨茶做小工嘅時候，並未學到製作精髓。開業之後嘅魏松豪其實係摸住石頭過河，留唔住食客嘅胃，就留唔住客源。魏松豪深知呢個道理。點樣研製出看家配方，成為佢最重要嘅任務。肉骨茶以前是鼓勵吃的，有一個前輩把廣東那邊煮肉的那種辦法拿來這邊改良，研究這個肉骨茶就用胡椒來去寒，蒜頭呢可以殺菌功效，所以他們就每天早上煮了吃好了，他們就去幹活，增加了他的體力。從當年嘅苦力工人需求出發，要令到一碗茶為食客增加體力、補身體。魏松豪認為材料嘅貨真價實係首要條件。這個你看，這個有血水，就是新鮮的，最好了。有一點肉啊，它熬出來啊，它有那個油啊汁，對，它比較香。這個蒜頭要大概有。肉骨茶正宗唔正宗？懂行嘅人從飲低嘅第一啖茶湯就已經知啦。要熬出一碗誘人嘅茶湯，魏松豪靠嘅係3個鑊同3種骨。為什麼只能用大骨，其他的骨頭不可以呢？因為大骨熬出來那個滾出去來，它的湯就會鮮甜。蒜頭跟湯啊，全部要熬5個鐘頭，水滾了就把火關小。豬大骨嘅膠原蛋白可以增強人體製造血細胞嘅能力，大蒜嘅蒜素可以消炎殺菌，減少病毒對人體嘅傷害。大骨同蒜頭經過5個鐘頭嘅慢熬之後，湯水被移到另外一個大鑊繼續熬製。選擇里脊骨要作為湯底嘅第2次熬製材料，再加上馬來西亞當地嘅胡椒，熬出嚟嘅湯底熱辣鮮香。最後將煮好嘅排骨段同湯底大火煮開，一碗色香味俱全嘅肉骨茶就此誕生。
一碗茶湯，魏松豪煮咗將近30年。如今嘅肉骨茶早已經從為苦力工人提供營養華麗轉身為新加坡嘅地道美食。而魏松豪唔單止用呢碗茶湯實現咗自己嘅理想，亦都用呢一碗茶湯養育咗佢嘅一家大細。其實我也是告訴爸爸說，我要接手，當時他還反對呢。我們從小到大都會在那邊吃，如果我們沒有了，下一代就不能品嚐到什麼是傳統的肉骨茶。操勞咗大半世嘅魏松豪深知餐飲嘅艱辛，為咗圓兒女嘅心願，佢選擇放棄退休。喺魏松豪睇嚟，食物就係一種傳承。無論如何創新，佢哋希望食客可以喺呢碗茶湯入邊飲到記憶中嘅味道。因為我覺得我把最好的食物烹飪給顧客吃，然後顧客吃了很開心，然後我很有滿足感。豆豉，老廣家家戶戶必備嘅調料，雖然價格好平，製作就好考功夫，工序繁雜，耗時耗力。手工做豆豉更加係鳳毛麟角。經過高溫烹煮嘅豆豉，無論係魚、排骨、雞鴨等呢一類分菜，甚至搭配苦瓜咁樣嘅蔬菜，豆豉都可以令到主角產生奇妙嘅反應，升級換代，與眾不同。喺新興大江，一個總人口先1萬出頭嘅小鎮，有間唔起眼嘅大江豆豉廠，係食客心中好似引力江湖嘅大俠。33歲嘅黎海泉就喺呢一度出生長大。呢間廠係有60年代建廠，而家已經係50幾年歷史嘅。曾經係鎮辦企業嘅大江豆豉廠，最興旺嘅時候有40-50人。解體之後，只剩低老廠長一個人經營。而呢個老廠長就係海泉故去嘅外公。佢自己一個人蒸豆，一個人洗豆。我嗰陣時細個就幫佢手。長大之後嘅海泉得到外公嘅真傳，到而家遵循住傳統手作工藝，從揀豆開始，絕對都唔會馬虎。哦，阿姨打炒豆啦嘛？係。今年啲炒豆靚冇？靚個。豆低咁錢嘛？賣幾錢斤啊3蚊斤。咁我同你賣齊㗎啦，好嗎？係啊。經常見嘅豆豉有2種，黑豆豉同黃豆豉。海泉所選用嘅係本地嘅新鮮黃豆，糖分要比黑豆大，唔好曬乾，但係做出嚟嘅豆豉豆香濃郁。黃豆沖洗乾淨，浸佢1晚，喺天光之前開始蒸豆。有年份嘅舊木桶，要同媽媽2個人合力先至可以抬得喐。睇清嘅，睇清嘅。用薄膜將桶密封，大火蒸佢1個鐘，黃豆蒸熟蒸透，變化逐漸發生。得啦噃，阿媽。得啦。啊，好香啊！咦，阿媽好香噃。你試下。係好嚇。係好啊。黃豆要發酵2次，再通過最重要嘅製曲工藝，先至可以發生質變，成為老廣追捧嘅豆豉。肉眼難以觀測嘅滋味變換，離唔開呢一排黑麻麻嘅竹籮，呢個就係完成包子接種嘅法寶。令到每一粒黃豆都接觸到附喺竹籮上面嘅菌種，再將佢哋放入溫暖濕潤嘅發酵房。毛茸茸嘅菌絲慢慢成長，好似寒冬嘅碎雪，將豆子完全覆蓋。
喺呢個特殊嘅微生物實驗室入邊，豆豉成曲喺長達1到2個禮拜嘅過程當中，會產生大量嘅蛋白酶分解豆中嘅蛋白質，形成氨基酸、糖等物質。接住落嚟，就要將啲厚厚嘅霉菌洗咗佢，將發霉嘅豆餅揉碎，表面嘅菌絲被搓咗佢，留喺竹篾上面做種。而豆豉嘅誕生，仲有最耗力氣嘅一道工序——洗豆豉。包子有苦澀味，清洗唔乾淨會令到豆豉變苦，功敗垂成。洗好嘅豆豉曬乾，就將佢封入缸入邊，開始第2次發酵。88歲嘅老外婆，耳仔早就已經唔等使啦，但係身體依然硬朗，親自切1大筐嘅薑，再經歷長達3個月到半年嘅等待之後，佢將得到一缸特別嘅薑豆豉，嗰個係以前老伴最中意嘅味道。佢做個豆豉豬口，個個話要向佢學習，乜嘢都考豆豉，又係整羽毛豆豉啦，咁冇乜嘢。盛夏嘅大江，天氣瞬息萬變，大院入邊呢幾10口嘅大缸，經歷住暴曬、雷雨嘅催化。50日之後，豆豉釀成啦，仲附贈幾10斤散發住濃香嘅醬油。先放啲辣椒轉落去炒豆先。帶住醬油香嘅濕豆豉，最適合係用嚟炒成醬，加啲新鮮嘅辣椒圈，可稱之為絕配。呢個醬唔易保存，專留俾自家享用。嗰一啖凝結嘅醬香，用嚟落粥炒麵，味道精煉盡永。豆豉出缸，仍然需要自然加持。因為看天時好唔好，太陽大啲，佢就快啲；太陽一般係唔係幾大咧，你都要2天都唔一定得。我啲豆豉好香啊，個個可以當湯果咁食㗎。純手工製作嘅豆豉，用好多力，仲要好有耐心，但係就賺唔到大錢。但係黎海泉對此一往情深。88歲嘅老外婆仲喺度，媽媽仲喺度，留住外公留低嘅豆豉作風，就守住咗家嘅味道。阿魚咧？今晚嘅苦瓜酸正啊！酸子咩嘢夠豆豉咩嘢夠咁，注正咗我個味道。好乜嘢多啲。體味一方水土，都市隱藏嘅深夜食堂係最真實嘅地方。中意食宵夜嘅老廣喺呢度絕對唔會刻意斯文，食得粗獷生猛，傾到熱氣騰騰。如果再配上一份老廣嘅宵夜之王啫煲，生猛淥嘴，香氣四溢，就會暖到燙貼，食成境界。啫係個擬聲詞，食材放喺瓦煲湯中，經過極高溫嘅燒焗，瓦煲當中嘅湯汁不斷快速蒸騰，發出啫聲。呢個係煲仔飯嘅完美延續，亦都係粵菜獨有嘅烹調方式。啫嘅品種非常豐富，不過最早令到啫煲風靡南粵，卻係黃鱔。最啫黃鱔煲，野生黃鱔最佳。距離廣州200公里，有一條廖坑河。呢條河流經6祖故居雲浮新興，
係個河鮮寶庫。清明前後嘅野生黃鱔最為肥美，但要捉到呢個成身滑潺潺嘅嘢，真係唔係咁容易。裝一個籠要好多有人㗎嘛？要4-5條啦。曾樹漢係廖坑本地人，放2-3條得啦。佢喺廖坑河邊開咗個餐廳。新興人人都中意食嘅黃鱔飯、黃鱔羹，都係佢嘅拿手好菜。但係講起捕撈黃鱔，曾樹漢嘅叔公先係個中高手。那樹係比較厚一啲，條泥比較多啦。黃鱔中意淤泥質地嘅水域，穴居喺泥洞或者係石罅入邊。想要捉住佢，需要一種特殊嘅工具。一個籠咧就係祖傳積下來嘅，都係攞裝黃鱔嘅，一頭大一頭細。呢一個捕鱔籠設計精巧，籠口有一圈竹梳，令到黃鱔入得去，出唔返嚟。放啲有草多草嘅地方啊！將個籠閂喺岸邊嘅水草上，籠尾要稍稍露出水面，因為黃鱔嘅鰓早就已經退化，要從空氣當中吸附氧氣。黃鱔係夜間出嚟覓食，傍晚係放籠嘅最佳時機。不過，叔公同曾樹漢今日出嚟比平時要早，正值係清明，呢個係木拱村嘅大日子。村入邊嘅人從四面八方趕到家鄉拜祭祖先。大家熱鬧，大家身體健康，好冇？35圍台嘅流水席，從一早就要開始忙。老曾當仁不讓，做起咗主廚，而黃鱔無疑係最令到新興人口水都嚟埋嘅家鄉美味。焯過水嘅黃鱔，撈去咗骨，然後用秘製嘅調料醃上10分鐘，淋到煮熟嘅米飯上，灑翻啲葱花，再燜佢5分鐘，一大鑊嘅黃鱔飯新鮮出爐。可以啊！正宗個黃鱔飯，坐啊！老曾嘅獨生仔今年15歲。讀中學嘅佢，只有節假日先至可以翻屋企。爸，你整啲黃鱔飯好食，黃鱔羹仲好食。好，明天整個俾你食。為咗令到個仔食上久違嘅黃鱔羹，第二日一大早，老曾又撐住船同叔公收籠去啦。嗰籠一路動喎，一路喐喎，應該又有嘅，睇下先。嚟，哇，好似好重喎。係。哦，1、2、3、4、5、6、7條喎呢個籠啊！算得都幾勻稱喎，哦，有冇望？最大有咁大喎，哦。10幾個捕鱔籠收穫近10斤嘅黃鱔，留翻3斤黃鱔慰勞讀書嘅仔，剩低嘅全部攞晒店入邊。老曾嘅店規模唔大，但兩夫婦勤勤力力、實實在在，都係將小店經營成當地20年嘅老字號。旺火熱油，鱔片落鑊爆炒，加入葱同青椒，一道家常嘅爆炒鱔片，令人食慾大開。黃鱔羹要用新鮮嘅活鱔，連鱔帶圈倒入個大鑊嗰度，5分鐘之後撈出煮熟嘅黃鱔，放啲鱔肉絲。加入調料炒香，再加入啱先嘅鱔血湯。呢個黃鱔羹唔單止香味濃郁，
鮮美異常，而且非常滋補。唔同於母愛嘅吟吟沉沉，父愛總係比較沉默。老曾將自己對個仔嘅愛同期望，都默默咁用喺呢一碗料中微微嘅黃鱔羹入邊。你用手拍多啲肉啦。羊肉更多時候被打上北方嘅標籤，呢個並唔影響老廣喺入冬之後對知足羊腩煲嘅渴望，更加影響唔到一年四季都食羊嘅湛江人。哪怕係盛夏8月，本地人李林曉扮女兒嘅滿月宴，餐台上面嘅主角依然係羊肉。初七有啲啊，除咗好同習慣啲用一袋羊。南方產山羊，食山羊肉必然要帶皮。帶皮羊肉喺口感上有獨到之處，燜燒羊肉肥瘦適中，入口層次多元。眾人避忌嘅腥味收斂咗唔少，秘訣就喺李林曉嘅心入邊。今天舉辦滿月酒，敬一下大家啊！謝謝你們，大家吃好喝好啊！來準備，交給來，恭喜恭喜啊！酒酣心熱，濃濃嘅人情味伴隨住熟悉嘅味道，令到李林曉特別滿足。曾經喺廣州隻身漂泊10年嘅李林曉，好珍惜喺屋企嘅日子。3年前，為咗因為照顧年邁嘅父母，佢從上市公司銷售嘅崗位辭職，翻到屋企養羊。做事講究嘅佢，仲專門喺羊圈隔離租咗幾畝地種植牧草，每日早上割草餵羊係佢嘅習慣。不知道哪個農戶放了一把犁，在那地裡面，在草地裡面收割的時候沒有看到，把它卡住了。有400多隻，都是我們本地的山羊來的。哎，湛江徐聞出產嘅黑山羊，早喺20世紀初就已經飛升華南。近嚟受到外來羊種嘅衝擊，江湖地位有啲不保。李林曉回鄉創業，決定復興本土名種黑山羊。高低層羊圈係佢精心設計，目的係為咗令到啲羊瞓得好、運動得好。這樣子設計的話，是可以把羊糞漏到下面去。初次涉及畜牧業，李林曉自認為創新嘅羊圈令到佢成個人牛晒。羊是沒有爬過樓梯，所以我們當時買回來的羊，都是一隻一隻的抱上去。當時一開始剛買的是100多隻，就抱了100多隻，都累垮了。那時候，小羊羔一出生的話，我們就像照顧小孩一樣，不管是夜晚的2、3點，我們只要聽到小羊羔的叫聲的話，我們都會起來看一下。為咗揾到純種嘅黑山羊，李林曉跑勻咗徐聞各地，終於揾到養羊近20年嘅波叔。呢本地羊呢，就啲頸一頭球，因為一直啲掉啲又叫的 L 㗎，啊一毛叫要掉，一卡得一氣袋，表面嗰個後面關，因為這啲要力切嘅。山羊天生好動，所以肉薄皮厚，纖維感強。喺李林曉嘅羊圈，每日晏晝，羊群都會自動集中，等待主人嘅出現。羊基本上每一天都有10公里左右，因為這樣子呢，可以提高它的肉質。徐聞嘅紅羊土層深厚，肥力較高，
各種植物茂盛生長，係黑山羊最好嘅天然放牧場。包括一些灌木林、藤类啊，还有一些中草药，比如说黄金莲啊。羊吃了之後呢，它也會對它本身的騷味也會減少很多。起得早瞓得晏，同羊一齊。李林曉嘅秘訣就係將啲羊養好之後，呢個先係好味嘅本源。傳聞當地名菜白切黑山羊最可以檢驗肉質。新鮮羊肉煮爛撈起切片，唔需要花俏嘅料理，只需要配備一碟簡單嘅沙薑豉油，夾一塊放入嘴入邊，羊脂喺齒頰爆發，豉油同沙薑嘅甜辣直衝鼻腔，瞬間令到口感得到神來一筆嘅點化。呢個亦都係李林曉嘅味蕾最有歸屬感嘅時候。黑山羊最誘人嘅食法，同樣係隆重嘅烤全羊。成隻羊塗完醃料之後，用炭火慢慢紅烤，黑皮由白轉黃，再轉到淡棕色，跟住油脂滲入表皮，一個個氣泡喺羊肉上跳舞。羊肉鮮嫩可口，羊皮焦香四溢，脆到好似鍋巴咁。食嘅人全身飆汗，忘記所有嘢。李林曉講話，老廣嘅烤全羊足以扭轉北方對南方山羊嘅偏見。為咗一啖正宗嘅家鄉羊肉，李林曉選擇咗做羊館，用一己之力復興本土物種嘅爭拗，苦中有甘，卻應咗4時循環嘅大雅之道。凌晨6點，喺松樹密集嘅森林，嚟自於廣東嘅陳俊海同曾經喺意大利米其林餐廳工作過嘅老搭檔黃耀輝，又開始咗尋味之旅。這個不是。佢哋要揾嘅係被譽為餐廳上邊黑鑽石嘅松露。不過，挖咗12年松露嘅納西族村民並唔樂觀，因為松露有佢特殊嘅生長規律。做露就是今年挖了以後，明年沒有，去3、5年以後才會有。哎，好像有了啊！走，走。3個鐘頭嘅努力之後，2粒直徑3、4厘米嘅1級松露終於出現。來，過來，啊，我走。啊，這個算到了。成熟嘅松露有住複雜嘅菌菇味道，呢一種嗅覺體驗令到中意佢嘅人深深迷戀，一擲千金。這紋路很像那個大理石的那種紋路，有一個雪也夠黑，是在法國和意大利吃的比較風靡的嘛，看能不能結合那個廣州的，那種廣府的那種特色的。加住！呢種生得並唔靚嘅菇菌，冇菌乾，亦都冇散蓋，對生長環境非常挑剔。陽光、水量、土壤稍為有變化都無法成長。每年11月係採挖嘅最佳時節。我早了，它就沒那麼黑了；我晚了，它就已經腐爛了。我們一天也挖不到幾顆了。因為雨季嘅結束，仲有唔到1個月，松露將會縮水至微爛。雖然身邊有訓練過嘅獵狗，但係咪可以挖得出嚟？運氣同經驗同樣重要。那這個挖完以後要不要把那個很容易忽略，有時候藏在那個泥土裡面。哎，這個是不是？
哎，这个稻，你看这稻，哎，出来了。哇，这个稻这里，这是今天挖的最大的一颗，挖了很多都没挖这么大了。哇！尋找嘅艱難令到收穫充滿咗喜悅，但係咁簡單嘅喜悅，對10年前嘅陳俊海都係奢望。嗰陣時嘅佢只會不分晝夜咁畫圖。汶川地震刺激佢思考活着嘅意義，甚至一度抑鬱，直到偶然被素食治癒，從此浸潤其中。天色漸晚，聞住松露嘅獨特芬香，路邊農舍成為陳俊海研發新菜式嘅臨時廚房。今天我們就把那個黑松露跟那個煲仔飯一起嘗試一下。來嘍，來嘍，來嘍！讓它先在上面先煮，老廣的味道，加火吧。这里冷不冷？你们觉得？晚上就很冷。晚上就很冷。哎，今天我们挖到的松露，黑松露还可以了，报告，今天这个。哇，好亮啊！开饭喽！香香。哇，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香，可以，可以，香，每粒饭都有松露的味道。锅包，锅包呢？很香了，精华在那个锅巴。来，来，开饭来，来，谢谢大哥，今天辛苦了，大碗一点，盛大碗一点给。来来，试试看，试试看自己挖的。好吃不好吃？只有野生食材，先至可以感知原封不動季節嘅味道。呢個亦都係陳俊海心目當中素食嘅魅力所在。亦都係佢常年行走鄉野，不停尋味嘅動力。自然很乾淨啊！它不是經過種植的，所以我們希望看到這個食材的這個生長的地方，去挖到它，去摸到它。餐廳是一個大自然跟人之間的一個橋梁。啱啱出土嘅松露，保質期只有3到5日。而且必須要用原廠地嘅泥土包裹保存。返到廣州嘅陳俊海同搭檔念念不忘松露煲仔飯嘅美味。點樣喺每次烹飪嘅時候，令到天然嘅食材都保留原味，係搭檔黃耀輝同佢最富挑戰但卻充滿樂趣嘅地方。用一個最原始的一個烹飪方式去呈現出它的美，它的野性之美。用味道反璞歸真，充分感受自然嘅寧靜。咁樣嘅餐廳特質吸引咗一群熱愛靈修嘅瑜伽愛好者。一直希望把这种大自然的这样一个东西带到这个餐桌上面去。透過食物嘅角度睇生活，感受季節嘅流動，喺不時雕琢嘅味道之間，大家知道咗生命係如此珍貴。作為廣州本土嘅秋季果品，增城甜柿個頭比北方嘅柿要細得多，但果肉嘅細密，冇核多汁，成為老廣喺視覺同味覺上感受秋色嘅不二之選。只需當地自製嘅三角叉輕輕一擰，軟柿就可以避免落地之苦。摘到啦！唔淨做過外企高管，亦都做過工廠老闆。渴望回歸自然嘅佢，自從經營民宿之後，絕對唔會錯過親手採摘食材嘅野趣。
呢度咁多柿，全部爛晒響個地度，好可惜啊！喺村入邊留咗3年，佢最知道國家收埋嘅美食秘密。去村入邊曬得最好切餅嗰個阿凡屋企，再去收翻啲，再俾啲客人做飯後果呵。阿凡家嘅柿剝去咗外皮，晾晒12、3日，脫水之後就可以保存半年咁耐。但係要得到美味，同樣要觀天色、勤收納。如果太陽曬出嚟就嗰種色啦，如果陰天曬到就係呢種色啦。佢就咁樣暴曬，你哋唔使加啲乜嘢？乜都唔使嘅，係純天然嘅。喺田地當中揾新鮮食材，係吳靜名正言順偷得半日閒嘅方式。名宿餐單嘅增城十寶，正當季嘅紫玉淮山吸引咗佢。呢啲細細條嘅可以攞嚟煮煲糖水食。唔夠氣喎！為咗便於挖掘，淮山嘅種子會放喺竹簡下面種低。不過，哪怕係橫向固定生長，完整咁挖出嚟都唔係咁簡單。哎呀，斷咗啦！不過咧紫色好靚啊，真係紫玉淮山嚟嘅喎，好靚。民宿溯溪而建，潺潺嘅流水下暗藏住美味。員工都係當地村民，得閒嘅時候捕撈廣東玉林溪地盛產嘅生坑魚。吳靜亦都好開心見到。有冇魚啊？有。本土出產食材，本土烹飪手法，本土著名菜肴，農家菜點樣可以做到雅致，係本土大廚所面對嘅難題。增城正果鎮黃塘頭菜已經有100年嘅歷史。係老廣鍾愛嘅鹹菜之一，醃製曬乾，飽滿結實，剁碎之後鹹味飄香。農家種物嘅傳統料理就係頭菜肉餅，改造成肉丸，彈牙利口。吳靜嘅搭檔建築師賴公係客家人。對於民宿出品嘅美食，亦都有自己嘅標準。材料，我覺得是要當地當季的。我挺喜歡它這個顏色的。紫玉淮山軟嫩清爽，花青素含量高。曬好嘅山坑魚，油炸之後酥香持久。配埋當地特產嶺南佳果荔枝釀造嘅冰酒，清新甜爽嘅口感，喺解除油膩之餘，迅速提升咗炸魚嘅鮮味。總亦停低落嚟嘅吳靜，幾乎認得每位嘅村民。每次兜兜轉轉，見到村民家嘅舊壇，總係忍唔住，順便收翻啲翻嚟，因為佢覺得當地購物所散發出嚟嘅時光味道，同當地嘅美食相得益彰。擺喺酒店嗰度咧，就種下花啊，大概幾多錢到咧？時光嘅保存係對內心嘅考驗。吳靜同賴公幾乎偏執嘅性格，令到民宿超過3年先建成完工。所有房間嘅擺設都係自己設計，一磚一瓦一花一樹，更加係自己挑選。
啲節咧要節好少少，有少少強迫症。山居雅城，起因卻係百年老江塘嘅雅舍。跟混凝土相比起来，它相当于是会呼吸的墙啊，它可以吸收一些湿气进去，在干燥的时候再把那里湿气给排出来。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或者每個中國人心中都有一個自帶美食嘅桃花源。鄉居歲月，只有當心靈真正沉靜，先至可以體會到味道嘅美好。廣西北部灣東海岸有片神秘嘅紅樹林海灣，呢度孕育住一種特殊嘅美食——海鴨蛋。海鴨跨越延綿嘅水道，喺灘塗覓食嬉戲。咁大個海灘，6000隻鴨呼嘯而嚟，一眼望過去，卻唔見咗蹤影。因為佢哋嘅活動半徑需要10幾公里。我們的海鴨嘛，白天它自己就下去了，是那個小蟹還有小魚。27歲嘅陳偉4年前翻到家鄉，海鴨落海係門技術活。半路出家嘅佢多次實踐，但係就一直得唔到方法。點樣可以令到幾千隻鴨聽佢支笛呢？陳偉只能夠求教父親，一個資深嘅養鴨專業戶。呢隻瓜牛波，就買起咯。啊，你唔得瓜得油。趕鴨需要遵循潮起潮落嘅時間。海鴨白天會隨住海潮覓食，佢哋嘅一日三餐就喺退潮之後活躍喺灘塗上面嘅貝殼、跳魚同埋螃蟹。一隻招潮蟹引發嘅追趕，係紅樹林入邊最常見嘅戲碼。因為獨特嘅紅樹林地貌，北海嘅海鴨仲可以食紅樹林嘅果實，實現分數搭配。呢一片海灘唔單止成為啲鴨嘅安樂窩，亦都令到紅樹林保護中心嘅科研人員有咗實踐基地，令到趕海嘅鄉鄰有咗賴以生存嘅糧倉，令到陳偉父子有鴨蛋之外嘅美食收穫。啊，天天個林鴨門裏面都下到錢路嘛。有冇得買得？自由嘅鴨先至可以生出最美味嘅蛋，但係野生海鴨好容易受到颱風、海浪嘅襲擊，費時費力，已經冇咩人願意繼續放養。我緊有啲彈性啊，上到條泥洲喎。冇佢肉低要等下咁咪難啫啦，跟住網上賣先咪好。其實半應該有間啊，擺咗。大隻細幾嘅嗰隻係白椒咧。生活從唔辜負時光嘅投入。海鴨蛋蛋殼堅厚，蛋黃晶紅，同普通嘅鴨蛋相比，蛋清更加之濃稠緊實。不過，被老廣們所追捧嘅，卻係蛋嘅另外一種形態。我們北海都是原始祖先幾百年傳統，用稻草燒成灰，再醃製的海鴨蛋。醃製鹹鴨蛋，一年4季都可以製作。陳偉尊重古法，攞草灰、當地海鹽、土陶罐係佢嘅醃蛋三寶。但係氣候濕度唔同，落鹽嘅比重成為不可言傳嘅秘訣。少咗唔出油，多咗就會鹹咗。
然后每一层铺完之后，我们会撒一點點灰。好了，腌制完了。 28日嘅醃製完全交俾時間打理。蛋入邊嘅脂肪喺草木灰同鹽嘅作用之下解釋，海鴨蛋已經成功轉化成蛋白茶色，蛋黃正紅。撩一啲蛋黃放入嘴入邊，口感細膩起沙，淡淡嘅海鮮味堪比蟹黃。我真係幫手，真係幫手。 昔日父親靠養海鴨養大咗仔女，而家陳偉靠海鴨成就咗自己嘅事業。客服、老闆、售後都是我一個人。最開心的是就是貼快遞單咯，證明的話對我的信任呢。即係行嗰下啦。好，誒收工啊，冇牌住仔啊。陳偉屋企嘅餐台鹹鴨蛋係經常都會有嘅。 鴨蛋黃剪碎略炒，加入啲南瓜，鹹蛋令到南瓜甜中自帶大海嘅鹹鮮。蒸熟嘅五花肉塞入鹹蛋黃，同香料一齊燜煮20分鐘。攤涼之後，蛋黃嘅鹹沙同花肉嘅軟糯搭配得相得益彰。吃这个啊，妈妈咬着给你吃来。其实陈伟学这个電子商務專業挺好的呀，那你老婆都是在網上認識的，是吧？陳偉習以為常嘅菜肴滋味，正係佢當年漂泊在外所懷念嘅味道。向往自由嘅人們，總係渴望透過自然嘅美味，感受久違嘅自然。我剛開始在外地打工，朝8晚6啊，每個月都等着那每天幾百塊錢的工資，上班就等着下班。我覺得這樣蠻好，很喜歡我們這裡有城市裡有海有水有鴨子。4年前嘅陳偉冇諗過，如今美滿嘅生活咁啱，亦都係嚟自於曾經離開嘅呢片土地。無數好似鹹鴨蛋咁樣嘅家常美食，喺每日嘅清晨湧入雜亂喧囂嘅市井之地，紛然雜陳卻又和諧統一。大族即係大雅，正係有住呢一種奇妙嘅共處。老廣雅與俗嘅分野，並非係衣香鬢影嘅皮相外表，而係源於踏實生活嘅從容內心。